点转一下黄金万两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卓工小敏。现在到这个客户这边，帮一个老师傅找一下他这个线。现在全家的电全部都送上了，就是有卫生间的电现在不通。现在经过排查，终于找出问题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客户总闸这边接的都好好的，这个铺线的师傅不按套路来，然后他这边一个大卫生间，主卧一个小卫生间，两个卫生间用的是一趟线，但是排查的时候发现他这里的线不是从开关直接送过来的，它是和厨房连着一起的。一进门总闸在那边，电源线送过来，然后和厨房里边是厨房连着的，然后把电源送到这边，送到这边以后打了个洞，穿到了这边，穿到这边以后到这里还有电，整个厨房也有电，到了这个卧室，到了这边就没有电了。然后插线它是从这里穿到了卫生间，所以说卫生间没有电，插这里也没有电，但是插这边都有电。干这个活儿，这个就需要经验了。第一，判断了线的颜色和总闸过来的。最后我查了半天，还是在这个炕的后边做了文章。我怎么查的呢？从空调那儿下来，从那里看，刚好它这腻子没有堵死，有一个小缝儿。我拿手机一照，它里面就有线，然后我砸开看了一下，它这里面有一根线管，这个线管里面有电线，看到没？这个活儿是当时木工做柜子的时候，木工把线头给码住了。木工码线头的时候，它是按颜色码的，但是电工铺线的时候是零火线4平方，接地线2.5平方。木工接的时候全部按颜色接住了，所以说到了那边按正常的4平方0接零火线就不对了。哎呀，这个问题真的是困扰了那个安插座的师傅，困扰了一天。他在这边装完以后试电怎么都不通，昨天晚上屋内，然后他就回去了，把钥匙扔给我。我今天上午8点过来，我现在也查了快1个小时了，现在终于找到问题了。然后到了这边以后，本来接的是4平方零线，4平方火线，黄线为地线。我从那里一看，他线并错了，我直接他把这个并到火线上了，2.5的并到零线上了，这样接住，他现在就有电了。现在通电了，这个问题找到了。我们做水电的时候找这个水电师傅，其实一定要找专业的。像他这种不专业的水电工，铺线的时候线根本就不分颜色，导致了这样的结果。如果他那里刮了腻子的话，谁都找不出这个问题了。客户买这个房子是从别人手里接过来的，接过来的时候水电已经做完了，他买了以后就是做木工，刮腻子、打家具这些，谁都没有发现那个问题。做水电一定要找好师傅，找专业的。像这种不专业的，虽然省了钱了，但是后期的问题。现在把这个线盒刨开了，刨开以后把它的线拉出来，就是给它重新再接一下，
不过我这个跟客户沟通了，我查出了这个线，给他弄好以后，另收他100块钱。这个其实查找这个真的很费事儿，因为之前的电工他都联系不上。这木工接线就接成这样，迟早得出问题。好了，现在我给他做一下修复，修复好以后，把所有的开关插座再给他装回去，我的事儿就算完工了。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人干。他这个打柜子堵了这个插座，木工帮他并的线，并错了不说，并线就是这么并的，并成这个样子。他这一趟线带着一个卧室，带着2个卫生间，这个线迟早都得出问题，真的是无语。现在这个线头已经帮他做完了，从颜色上来看，真的是错综复杂。让木工师傅去做这个头子，那错的几率太大了。如果今天查不到，他可能2个卫生间永远通不了电。大家看这线，这是4平方的，走的零线，本来这里有3趟线。1根绿的，2根蓝的，然后这个是地线，2.5平方的，竟然跑出来红线和2根黄线。这个是火线，用的是4平方的，2根红的，1个黄的。这木工师傅怎么能不错？找不专业的师傅干出来的活儿就是这样的。幸亏我拿手机照了一下，看到了这里的这个线盒。如果查不到这个线盒的话，这个卧室不会通电，紧挨着的2个卫生间都不会通电。现在这个线头已经做好了，现在刮腻子的时候，然后它补一下就行了。电现在全部也通了，2个卫生间的也恢复了。现在都通电了。这个大姐家的活呢，我用了将近2个小时，给她查出问题，然后进行恢复。大姐当时着急的都快哭了，上一个师傅说你的电通不了，估计得走明线了。现在问题解决了，大姐也开心了。硬是塞给我200块钱，但是呢，我拿着这200块钱，我也高兴不起来。我们做后期安装的，其实不管是安灯还是安洁具等等吧，很多时候都会出现一些前期做不好，后期无法挽救的一些情况。像他家这个是挽救过来了，如果挽救不过来，他的卫生间通不了电，花了几十万给儿子买的房子，找的这样的装修公司，给他干成这样，真的是无语。所以说，不管是我们做安装的，还是做水电的，还是做木工的，做瓦工的，我们干活的时候都要尽最大的努力干好，不要给后期遗留这些无法挽救的问题。其实通过这个事情，我自己也应该做一个检讨，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应该更加的认真负责，做好每一个细小的环节，把安装做到极致，尽我最大的努力。小米也在不断学习，不断进步，希望所有的师傅也能做到完美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
服务好每一个业主、每一个客户，让他们开开心心的把钱拿到我们手里。做安装目前做了6年，我积累了上千个客户，有很多都是主动的要我的电话，留我的微信，后期有活找我。但是我也知道，我干的也不是100%的完美，但是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把它做到极致，做到最好，这是我的一个态度。也许是曾经我的老师，我的师傅经常会说到这些话，然后在工作的时候呢，对我的要求也比较严格苛刻，也骂过我，也说过我。但是在这一刻，我觉得他做的全部都对。其实好几年我们都，其实和我的那个老师傅啊，好几年都不在一起工作了，偶尔碰了面就是一起吃个饭。他比我大20岁，但是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。他对工作就做得非常的认真细心，跟他干了2、3年，但是不是干这个家装的，是干机电设备安装的。因为我们山西这边有煤矿，当时我干的是机电设备安装，跟他学的电。他的技术其实很牛逼的，只是做事的风格要求我们都非常的严格苛刻，当时很多人都不喜欢他，其实我也不喜欢当时，但是现在来看，他的很多话是很有道理的，他的做事风格也是很牛逼的。在这里呢，非常感谢他。今天视频就录到这里了，现在已经上午10点多了，我现在还有一家活要去干，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的视频的，对我人格认可的，评论点赞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再见，拜拜。